鸟山明老师作为一位深受世界各地粉丝喜爱的日本漫画家，创作了如《七龙珠》、Dr. Slump 等一系列备受赞誉的漫画作品。除了个人漫画作品改编了游戏外，他也在游戏界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老师参与过最为知名的游戏便是 Dragon Quest 勇者斗恶龙，但他涉足过的游戏作品并不仅限于此。在这里，我们通过最主要的4部作品来回顾下鸟山明老师与这些游戏之间的故事。勇者斗恶龙系列被视为日本国民级 RPG， 对日本的文化也产生了巨大影响。这里简单介绍下本作是如何诞生的。1983年，波特皮亚连续杀人事件的 FC 版发售后，由 Enix 出资，让当时社内几名核心成员去美国参加 Game Hobby Program Contest。身为电脑迷的枯井雄二和中村光一，在见到创世纪和巫术后，都被 RPG 这个全新游戏类型深深吸引。也由此产生了想要在 FC 推出 RPG 这一想法。在得到上层的同意后，项目正式启动，由枯井雄二负责剧本，中村光一的 Trainsoft 负责开发。某天 ，Enix 的鸡肋游戏《森田和郎的将棋》的问卷调查卡中，制作人从中看到了杉山浩一的名字。当时的杉山浩一已经是知名作曲家，令人意外的是，他还是一位电子游戏发烧友，在后来的某节目中还开玩笑的自称是元祖玩家。制作人千田认为应该利用这个机会，于是他主动联系杉山浩一，希望他负责《勇者斗恶龙》的音乐。鸟岛和彦当时是周刊少年 Jump 中鸟山明的负责编辑，也是 Dr. Slump 中反派角色 Dr. 马西里特的原型。虽然是漫画杂志的编辑，可鸟岛和彦却毫不掩饰地表示，比起漫画更喜欢游戏。鸟岛和彦和枯井雄二是通过共同好友介绍认识。两人也因为对游戏的热爱迅速成为好友。正因为这层关系，《勇者斗恶龙》在发售前就在周刊少年 Jump 上对游戏的开发过程进行报道。在开发初期，枯井雄二因为角色设计的人选发愁，于是他找到鸟岛和彦商量。鸟岛和彦听后，马上推荐自己正在负责的漫画家鸟山明。他还告诉枯井雄二，因为鸟山明完了波特皮亚连续杀人事件，所以对游戏相关的工作很感兴趣。多年后，鸟山明抱怨道，当时是鸟岛和彦撒了谎，其实是有一天，鸟岛和彦突然拿着枯井雄二画好的草图扔给他，完全不给他拒绝的机会。而当时的鸟山明几乎完全不了解游戏，也不知道图会用在哪里。鸟岛和彦只是说，把枯井先生的草图画成设计图就好。于是鸟山明就这样糊里糊涂地加入了 DQ 的开发工作。这段内容与网传的版本有一定的区别，不过是官方出版书籍中的对谈内容，所以这个版本可能更准确。鸟山明在看到自己的画被转化成像素点阵图后，也开始了自己的思考，想着既然最终都会是像素图，不如一开始就以像素的风格来绘制。于是《勇者斗恶龙2》中的一张插图就按照点阵图的感觉画了出来。看到这张图的枯井雄二被搞得哭笑不得，只能说按照原来那样画就好，这张图也就被这样废弃掉了。其实在那个电子游戏的黎明期，出现这种情况也不奇怪，因为另一个 RPG 大作《最终幻想》的插画师天野喜孝也做过类似的事。当然鸟山明也并不是完全没有玩过游戏，在《勇者斗恶龙2》发售后，他有说过自己玩过的游戏就只有铁板真和快餐车 X， 还有就是《勇者斗恶龙》，他个人并不是很喜欢玩游戏。在《勇者斗恶龙》系列中，鸟山明的插画不追求写实，更倾向于漫画的风格。他为系列设计的角色和怪物形象加起来共有500多个。在后期 3D 化的作品中，会尽量避免角色动作看起来不自然。一旦在 3D 化时出现了不自然的情况，他会根据自己的判断来更改设计。
早期 DQ 的设计图都是根据枯井雄二所给的参考图进行设计，其中也有很多与草图有很大区别的设计。作为其中代表的史莱姆，最初的参考图是一滩粘稠状的生物，因为讨厌这种形象，所以改成了具有立体感的外形。在后来的访谈中，他感叹道：“从未想过史莱姆能成为勇者斗恶龙中最具代表性的吉祥物。”在2016年 NHK 的特别节目《勇者斗恶龙30周年：前往新的传奇》中，鸟山明通过写给节目组的信，表示自己从未想过这项工作可以持续30年以上。假如当初知道会持续这么久，应该会拒绝，因为自己不擅长长时间进行相同的工作。DQ 的人设工作虽然有趣，同时也充满挑战。虽然现在只负责主要角色的设计，因为自己所负责的角色大多都是非常正面的形象。而他本人对这种单调的人物设计失去了兴趣，而且在角色形象的变化上已经绞尽脑汁。因为是幻讲题材，所以也无法加入偏离主题的设计。在这过程中，画人设变得越来越痛苦。现在对角色的设定非常细致，导致自由度变低，偶尔加入一些自己觉得有趣的设计也会被否决掉，甚至有时会怀念过去没有任何限制的时代。虽然大吐苦水，但最后老师也表示，只要是自己接受委托的工作，就一定会尽全力做好。枯井雄二不希望游戏带给玩家冰冷且充满杀戮的感觉，除了在文本上下功夫外，鸟山明所设计的角色也完美契合了这点。鸟岛和彦指出，鸟山明与其他人设计的怪物最大的区别，就是他所绘制的怪物大多都与玩家形成对视。因为角色数量众多，其实鸟山明亲自设计的角色和怪物形象逐年减少，绝大部分都是由内部开发团队的设计师负责。勇者斗恶龙6以后，除了主要角色，就仅限于最终 BOSS 之类的设计。在 DQ7 和 DQ8 设计过小部分杂兵后，就再也没有进行过相关的设计。不过鸟山明本人表示，其实杂兵的设计好像更有趣，可因为有时间限制，无法绘制所有的怪物。此外，勇者斗恶龙系列的正传封面和部分外传游戏封面都是由鸟山明老师绘制，这其中还包括重制版和移植版的封面。虽然这里只展示了一部分，但也可以看出数量之大。在 Super Famicom 时代 ，RPG 已是当时最热门的游戏类型，其中的 Dragon Quest 系列和稍后的 Final Fantasy 系列竞相争先，大大的推动了游戏界的发展。在这个 RPG 的黄金时期 ，Chrono Trigger 应运而生。在中世纪奇幻风格 RPG 为主导的时代，本作以过去和未来的时间旅行为主题，还融入了科幻元素。Dragon Quest 系列的核心人物枯井雄二和 FF 系列的创作者坂口博信，再加上鸟山明的人物设计，即使现在看来也可谓豪华的制作阵容，吸引了大量玩家的关注。游戏以极高的完成度获得了一致好评，至今都是各类游戏排行榜中的常驻游戏，还曾被 Time 杂志选入史上最伟大的100款游戏。一切的开端是坂口博信为了学习最新的 CG 技术，前往美国出差，在那里偶然遇到了鸟山明和枯井雄二，在聊天的过程中提到有机会的话一起做一款游戏的话题。这之后 Square 很快便开始了游戏的企划，虽然期间遇到过各种阻碍，最终在各方的努力下，游戏的开发终于步入正轨。角色的设计仍然是先由枯井雄二画出概念草图，交给鸟山明后再进行具体设计。坂口博信希望鸟山明在本作中呈现出不同于勇者斗恶龙的感觉，于是他提出加入机器人角色的建议，并以此来构建世界观。据鸟岛和彦回忆，鸟山明在收到给超时空之钥加入机器人的委托时，表现得非常开心。鸟岛和彦曾说，作为漫画编辑，我只负责漫画的内容，可担心本是作者的，所以封面都是让鸟山明老师画自己喜欢的内容。从这些单行本封面中可以看出，鸟山明老师很喜欢绘制机械。鸟山明当时在名古屋的个人工作室工作，坂口博信需要将剧情、世界观、角色性格等内容发给他就可以，剩下就都交由鸟山明自己发挥。一般初稿会进行反馈修改，不过改动都不会很大。
而鸟山明并不单单是埋头苦画，也会经常提出一些设计上的建议。他会与坂口博信和鸟岛和彦一起进行各类商讨和调整。几乎在同一时期，鸟山明老师还为空想科学世界 Galileo Boy 进行机械设计。这部作品的2位原作，分别是身为动画师、动画导演的芦田丰雄，和负责过《天外魔镜》和《鹰大战》的广井王子。类似于《龙珠》漫画中的角色，例如波尔玛、波尔玛的父亲布里夫，以及波尔玛和贝吉塔的儿子特兰克斯，分别使用了女士运动短裤、男士内裤、男士短裤这几件内衣作为角色名。在本作中，试片登场的魔王军团的3将军，他们的命名则是来自调味料的醋、蛋黄酱和酱油。游戏在演出方面也下足了功夫，为了能更好地表现出鸟山明感，都是先让鸟山明老师画出想象中的场景，然后再由 Square 根据画的内容制作出游戏画面。鸟山明为超时空之钥绘制的相关插画，在粉丝间也备受追捧。在后来的访谈中，鸟岛和彦说过，如果是现在的鸟山明，可能已经无法画出当年的感觉，当时是他发挥才能的全盛期。另一个无法忽略的要素是由光田康典创作的音乐，这些音乐都具有极高的人气，《风之憧憬》、《十之回廊》等都是神曲般的存在。在《街头霸王2》开启的格斗游戏黄金时代， VR 战士、铁拳等3D 格斗游戏也开始崭露头角，并拥有了各自的受众群体。在这一时期 ，Square 在 PlayStation 上推出了 Turbo No. 1，开发团队大多来自参与过 VR 战士和铁拳的人员，所以游戏质量有一定的保障。鸟山明老师所绘制的角色也是游戏的一大卖点，虽然是3D 化角色，不过制作组还是尽可能的还原出鸟山明人物的特点。以老师自画像为原型的鸟山机器人作为隐藏角色出现在游戏中，可能因为游戏附带《太空战士7》的体验版，最终销量达到了92万套。游戏的故事设定是，每隔200天就举办一次的格斗大会，喜欢龙珠的玩家应该会联想到天下第一武道会。次年推出的续作 Turbo 2同样由鸟山明老师负责人设。个人感觉，游戏的人物建模对比同期的 PS 同类游戏精细程度更高，看不出明显的马赛克，当然也可能是因为使用纹理贴图较少的缘故。几年前，网上拍卖带有鸟山明老师签名的 Turbo No. 1原画，拍出了惊人的1100万日元。2005年，微软发售了 Xbox 360主机，为了打开日本市场，在2006年推出了由鸟山明负责人设的蓝龙。坂口博信也深度参与了本作，这是他继《超时空之钥》后第2次与鸟山明合作。在蓝龙制作开始之前，坂口博信把写好的故事大纲交给鸟山明后，却被鸟山明反问：“鸟岛先生觉得这个故事有趣吗？”坂口博信表示，当时自己受到很大打击，应该很少有人能从鸟山明老师那里得到否决意见。通过鸟山明提供的想法，游戏本身发生了巨大变化。他还谈到，每次看到鸟山老师提出的设计稿，都能从中获得巨大的动力。虽然一直都给人非常和蔼的印象，其实是个对工作非常严格的人。鸟岛和彦在访谈中这样评价鸟山明。在蓝龙的发布会上，鸟山明通过留言的形式讲述了加入本作开发的经过。因为之前负责过的游戏和漫画都与龙有着不解之缘，而本作的世界观和故事都与之前的不同，特别是故事类似少年漫画的科幻冒险，充满了对冒险的兴奋感，而自己最喜欢的就是这种感觉。坂口博信想做出像粘土动画那样的游戏，不去过分追求真实感，在角色的建模上也尽力还原鸟山明的插画风格。鸟山明虽然很早就开始使用电脑作画，可令人意外的是，在开发本作的这段时期，他依然在 Mac 上使用 Photoshop 最早期的版本，理由是对那个版本太过熟悉。游戏发售后，确实起到推动主机的作用。在本作之后，还推出过 NDS 版、TV 动画版和漫画版等。
尽管鸟山明老师已经离开了我们，但他留下的经典作品却不胜枚举。透过对他的采访以及他的作品，我们感受到他是一个有一点点社恐，却又内心充满热血、心态乐观的人。作为一名伴随了几代人的创作者，他的作品在许多人心中留下了深深烙印。在此想对鸟山明老师说一声，鸟山老师，谢谢你。